各位朋友，印度人正成群结队地进入中国，全家定居啊！这是要占领中国吗？中国驻印度的大使徐飞鸿是第一个被印度本土的反对派给骂成这个官僚汉奸的人。我们来看看吧。印度的著名的批评家批评徐飞鸿啊，这个徐飞鸿呢发了一个照片，他说这个我呀在印度的一个火车站启程，开启我在印度的第一次火车之旅。这里是加尔各答，充满活力的心脏，途中前往泰戈尔宁静居所，亲身感受孟加拉永恒的节奏与美丽，多么美妙的体验呢？然后这位印度的批评家就说了，他是个典型的官僚，不诚实，豪拉火车站没有任何标志性之处，他已经腐朽不堪，向你展示了印度人像蟑螂一样的生活，而且印度任何地方都没有宁静可言，你可以去山里，但依然无法逃脱烟雾。这是被印度批评家批评的这个中国大使，这个中国大使问题太大了，前5个月就发了48万张签证，而这48万张签证都是什么东西啊？其中这位印度的女网红在中国，既然你们能把病毒送给全世界，那我能不能也送给你们一点心理阴影呢？这是在中国啊，这是在中国。说他问那个店主说，大姐，你切的这是什么动物的肉啊？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吧，他不会直接塌掉吧，毕竟中国制造，我觉得我得问问保险呢。你瞧瞧这个货，说这桥这么大桥它不会塌吧，一个人行天桥他说不会塌吧，你说这个印度的这么一个母货说在这要饭一天收入比在印度多还是印度少啊？你看这长得这德行嘛。再来看看这个这个照片来自于苏州盛茂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官方的公众号，记录了企业接纳印度的外籍员工开展人文关怀活动的完整场景那么这个呢是月度员工生日会的现场，2名印度员工身着统一的工装，领取红色礼物，现场摆放了多份同款员工的礼盒这一张呢是食堂活动的情景，工作人员发放汤圆，印度员工与国内员工一同排队领取，大家共同参与传统的民俗活动。这张是专门面向印度的外籍的员工开展的座谈交流会，外籍员工与中方管理人员围坐在长桌两侧，工作人员摆放零食水果进行沟通交流这家制造企业吸纳外籍务工人员通过迎新会、生日福利民俗聚餐、专题座谈多种方式对外籍员工后勤和人文关怀，营造多元包容的厂区的工作范围。那位说中国的名牌大学生现在毕业都很难找工作，他这个公司咋回事啊？你能想到吗？普通的留学签证被印度玩成了全家定居套餐呢，背后还有成熟的代办的黑产链，探亲签转工作签，空壳公司搭桥这一套操作都神了，我告诉你，细思极恐。来吧，咱们就给系统的揭露吧。网友看完了以后大呼开眼
好好的留学探亲工作签证居然被玩成了一串全套的全家来华定居的完整方案，每一步都算得很精准，表面看还很合规。第一步，留学入境，家属同步探亲。当事人先申请中国留学签证，动身之前把配偶、父母甚至子女一同安排去中国。家属不办别的，直接申请探亲签证入境，全程陪伴居住。这一步先把全家人都送进去。第二步，循环续签，拉长停留时间。探亲签证有固定的停留期，快到期时，家属只需要短暂出境，再重新入境就能完成一次签证的周期过渡，反复操作下来，就能长期的在中国住着，不用离境了。第三步，毕业转工作签证，个人站稳脚跟。留学生顺利毕业以后，第一时间申请工作签证，正式留在中国就业。有了工签，自己就具备了在华长期合法停留的身份，这是关键的身份跳板呐。第四步，注册空壳公司，搭建转换通道。拿到工签以后，立刻注册一家公司，流程简单，门槛不高。很多人在深圳等城市租房就能办，公司不用实际经营，核心用途就是发邀请函。而且中国的有些地方的公司注册资金随便写，也不用真正的实缴这太方便了。是第五步了，就是探亲签转工签，全家完成定居了。用自家公司的名义给境内的家属发放正式的工作邀请函，凭着这份函，家属的探亲签证就能顺利的转为工作签证，至此全家人都能拿到中国长期的居留身份，实现变相定居，共同生活工作了。哎呀，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事儿这套操作早已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形成了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从深圳开始蔓延到多个城市了，深圳成了大本营了，代办服务一条龙产业链分工很明确，有人专门租房注册空壳公司，有人负责代办签证工作许可，有人专门雇佣同乡挂靠，整套流程运转熟练。甚至有中介明码标价打包代办，留学加探亲转工签加注册公司全流程，号称滴水不漏，成功率高。不少网友吐槽，这哪里是留学分明把中国的签证政策研究透了，把规则的缝隙钻的是明明白白中国呢，一直是敞开大门，欢迎全球的友人正常的来华求学、工作、生活，政策都很友好便利。但是规则不是用来钻的，开放包容不等于放任投机哎呀，签证的分类清清楚楚，探亲签主打短期的团聚，留学签针对求学、工作签证服务合法就业，每类签证的条件、时长、用途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政策和规则是用来遵守的，不是用来套路、化解、拆解的，对吧？把不同的用途的签证层层套现，绕开正常审批，用连环操作实现长期定居，本质就是游走在规则的边缘的投机行为哎呀，想留在中国发展走正规渠道，对吧？那个谁能办得下来呀？正规渠道根本就办不下来呀，朋友们，那怎么办呀？办不下来，那就两办呗。人家走捷径钻漏洞。哎呀，大批的印度人就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中国呀。哎呀，这个事儿怎么办呢？现在
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了，严查空客公司，规范签证的转换流程，打击灰色代办的产业链吧，别被滥用规则漏洞了。中国欢迎真正的建设者，不欢迎投机的所谓的这些印度玩家呀。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吧。这个各个国家都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哎呀，中国的网友啊都说呀，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啊。有驻印度的那个大使5个月发48万份签证，细思极恐啊，朋友们，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